Hello， 大家好，我叫阿德老师，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沙龙当中比较实用的一款短发。那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受更多的女性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给大家进行演示吧。首先来到分区，找到扩散点。那扩散点怎么去找呢？五指轻轻放在头皮当中拨动头发，由一点向四周扩散的圆点位置，我们称之为扩散点。那扩散点分至左右两侧和上点的位置，完成前后分区。更准确的可以观察到我们裁剪之后的左右的前后的流向。好，另一侧也是相同的。在分区之前，务必要去清晰自己修剪之后的流向，建议不以头顶点和房顶点分至左右两侧和上点。在后部的位置会开始完成我们先设定好的一个外缘线的长度设定，沿着自然垂落完成这刀修剪，长度延续下颚线的位置，完成我们第一刀的长度修剪。OK， 现在呢，由于发量多，会分成两层来完成底线轮廓的裁剪。起始第一刀的长度，建议大家宁长勿短，方形切口。左右两侧位置跟随头型进行移动，梳子自然沿着需要下刀的位置完成前高后低即可。在这刀的长度当中呢，延续向前，在下颚线完成的是我们第一刀起始刀的长度。好，另一侧也是一样的，左右长度尽可能性的完成对称即可。圆形更好的在左右两侧的位置收紧向内。前高后低在左右两侧的标准呢，尽可能性的头抬端正的同时，梳子梳落下来的发片这条外缘线与地面大致成15度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上扬的太高。修剪完外线的同时，再来完成第二个动作，梳子垂直梳理发片，发片向前梳理，在内线没剪干净的头发完成去角的动作。再次的梳落下来观察，外缘线干净整齐即可完成我们去角的动作效果。另一侧也是相同的方式。整体修剪完毕，来到第二层。再次完成自然梳理，沿着自然垂落，找到第一层的引导线来去完成底线的裁剪。头尾微微向前倾，用宽齿梳来梳理第二层的修剪，延续第一层的引导线来完成前高后低的轮廓形状。另一侧一样的。在修剪第二层的同时的话呢，我会以上半身来进行移动，不会去用到我的双腿来进行移动，去观察我们要的轮廓效果，前高后低。用眼睛来去观察垂落之后的对称程度，比你拉出来去观察对称程度来的效果和效率会更高。我们来去观察一下。在圆形外轮廓线的形状当中，左右两侧稍微向上扬、收紧向内的程度，相对而言比方形的外轮廓线来的会更有视觉效果。继续，在设定好外轮廓线，现在我们去完成我们要的重心落点比例。从扩散点的位置找到我们上下层次的一个落差，头顶至外线在2:2以下和3:1以上的位置，我们设定它原有的层次重量的落差点，落点以下自然垂落，不要有任何的张力，下刀完成我们要的垂落效果。大致的比例在头顶至外线2:2以下和3:1以上这个范围之内，来建立我们最终的层次连接。好，上下的技术呢，采用到的是扩散点一点放射来完成第一个技术的裁剪分区线。从正中心的位置各取0.5公分的发片来去设定左右引导线的宽度和厚度的选择。好，那现在我们来完成第一个技术的裁剪。第一片发片完成
上下技术的连接修剪，采用到的是圆形堆积，在第一片的法片的角度当中，以梳子作为一个临界的一个90度，大致的范畴，在与地面头皮呈90度的状态下来完成第一片的提拉。上下技术选用的是圆形堆积，更好的来完成我们想要的饱满效果。法片梳理，第一片法片找到我们刚刚设定好的引导线落差长度进行2公分的裁剪，逐渐降低，完成第2刀的指位修剪。继续，第3刀逐渐完成降低指位，再次完成向内收，让枕骨点以下的重量可以更好的有收紧的效果。继续，第3刀找到外缘线的长度来做引导线连接，落下来再次去观察重量的层次效果是否是满足我想要的。继续完成第2片，以扩散点完成第2片的一点放射分区线，左右形状参考2:1、3:2走圆，因为头骨左右两侧偏宽，希望用圆形的结构来收紧向内。第2片2:1，切口逐渐的完成降低角度。梳落下来之后呢，再次去观察重量落点的位置以及外线的柔和程度。继续完成第3片。在梳理法片的时候呢，尽可能性的法片不要分得太厚，分均匀。第3片的位置，再次的找到第2片的引导线的位置，指位随着分区线变化而在变化。剪到转角线以下的位置，微微的让顾客头尾微微向前倾斜，梳指梳性发根，指位再次向内收，找到外缘线的长度进行衔接。再次的梳理去观察外线不要被破坏。好，继续来到了重点的位置，在第4片的细节上会有很多的细节。由于第4片的发际线逐渐微微的上扬所以说在发际线这里的长度呢，在显层次的时候很容易不经意的会被我们剪缺，所以说在剪第4片的长度上面，大家认真去观察我的细节动作。第4片梳理与分区线平行提拉，找到引导线，完成小刀口的衔接效果，指位逐渐向下降低角度。找到发际线的位置，尽可能性的完成梳理连接。接下来这刀极为的关键，梳理的同时，指位由一点放射线的方向逐渐降低角度，来完成高指位的切口连接。这一刀修剪之后，梳理下来去观察外缘线既可柔和，同时不被剪缺，左右两侧收紧向内的程度，会更好的完成我们结构上的修剪。这一片的细节动作在第5片也可以同时看到，还是一样的完成一点放射。身体还是同样的跟随顾客头型移动而移动，左右两侧希望收紧向内，左右形状会选择圆形来完成结构上的形状连接。继续到达第2片。继续，好，到达最后发际线的位置，梳理发片，指位由一点放射线的方向逐步的降低角度，记住2个字，重点在逐渐。
OK， 完成之后，再一次的梳理去观察外线的长度是否被完整的保留在内，同时左右的形状是否收紧向内，层次丰富，同时还可以保留外线。这个手法大家在练习的当中可以更好的准确去抓住这里面的一个手法。好，最后一片依然完成左右形状的连接。继续梳理滑片，疏通即可。再次的完成，逐渐降低角度，圆形切口既可能完成小刀口的连接。最后片长度耳后点的头发梳理下来，逐渐降低角度，只为有一点放射线的方向去逐步降低。再次完成最后一刀裁剪，保留外线长度，同时收紧向内。好，现在呢，用我们梳理头发的方式，将流向梳理干净。再次的用眼睛、目测和观察来去观察我们要的外线的效果，满足到了我要的比例关系和左右两侧收紧向内的效果，同时外线保留就可以达成我们今天这个基础形态的一个练习。好，另一侧以相同的方式再完成我们要的结构修剪，同样的采用到了一点放射。在右侧的剪结构的同时，会由向下剪到上来完成我们要的结构上的修剪。找到左侧的引导线，完成小刀口的连接，逐渐提升。继续，在左区的位置的细节来自于手臂的提升的位置。剪的时候呢，手的方位是逐渐的走圆，而我的手腕的位置是逐渐的提高。这个动作后续去修剪。好，梳落下来去观察左右两侧对称程度，没有问题，我们完成，继续第二片的裁剪。同样的，从下向上完成我们的连接。手臂逐渐的抬高，找到最后一刀的引导线，梳理去观察左右的形状。来到了第三片的位置，细节部分来自于发际线逐渐变高，左右滑片的宽度从宽慢慢变窄。在修剪的同时，如果没有注意外线的长度的衔接，在剪结构的时候，很轻易的将外线长度被剪缺。那现在在剪这一片的时候呢，认真看我接下来的一些细节动作和重点的位置，由一点放射线的方向逐渐降低角度，完成我们要的外线长度。由一点放射线的方向降低角度，同时只为上扬，保留了外线的长度的同时，既可以再次完成我们结构上的修剪。这个动作很重要，细节由一点放射线的方向去再次完成降低角度，放射线的方向降低角度，看到引导线，回到我们原点的圆形堆积的切口上，再次的完成上一区的切口线连接。梳理下来，去观察外线的长度是否被保留。来，继续最后一片，继续第四片的裁剪。同样的，身体跟随头型移动，来完成左右形状的连接。再次的完成，降低角度。逐渐手臂提高，另一侧降低角度，完成保留外线的长度修剪。
再次完成结构上的连接。走圆，希望是左右两侧收紧向内。如果左右两侧希望加宽它的重量，可以选择用方形的方式来完成修剪。梳理下来，去观察后部重量的连接程度以及收紧向内的效果。左右两侧从后面去观察是否是达到了我们要的预期的美感成型。好，我们从后面去观察一下，左右两侧收紧向内，同时外线的长度原有的保定我要的1:1的位置。那同时的话呢，外线的重量它会变得极为的柔和。那在比例的位置当中的话呢，中间的重量一定是最重的。好，来到侧部区的位置修剪。那侧部区域位置呢，细节点就特别多了。在整个短发最灵魂的位置来自于鬓角，还有以及就是刘海的风格建议。所以说，当你完成到了后部的裁剪之后呢，在侧部的位置区域上面会更需要专业的技术分析。好，那我们先来分区进行完成今天的一个技术分享。从转角点水平向前完成上下分区。耳上点以前的头发完成2:1、3:2的方式来完成修剪，同时发片拉至转角位置的长度进行一刀的修剪。同样的，逐渐的降低角度，完成圆形堆积切口。落下来去观察长度的连接，继续左右形状完成多点放射线，2:1、3:2走圆，继续前后落下来去观察整个重量的层次。由于发片2:1、3:2向后带，会完成了是后短前长。那在考虑到鬓角的形状上面的一些裁剪，希望考虑到的是让前面的长度重量可以剪得更柔和、更细腻一些，同时夹在耳后的能力会相对而言更轻易一点。侧部的位置垂直分区线，水平向前提拉。长度设定在木梳的一半，完成垂直切口的一刀连接。落下来，再次去观察外缘线的柔和程度以及向后推动的能力。在外线的位置呢，会更轻易夹在耳朵后面。第3片继续。第2片带到第1片的剪切口上完成修剪，第3片同样的带到第2片的剪切口上完成连接，所有头发带到第4片的剪切口上完成连接，将后部的角的重量给它尽可能性的完成一下连接即可。再次的去梳理。同时完成了向后梳理的能力，夹在耳后会更轻易一些，而整个直角去除去掉的层次，上点的层次落下来之后，并不会影响到外缘鬓角的长度的效果。梳理下来去观察效果是否达到我们预期要的美感。好，另侧完成相同的修剪方式，分区转角点水平向前完成上下分区。依然完成多点放射线，带至转角位置的长度进行衔接，逐渐降低角度收圆，降低角度采用到圆形切口来完成上下的技术。继续第2片多点放射线，所有头发拉至水平面完成这刀裁剪。落下来观察前长后短，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技术美感。垂直发分线，发片向前提拉，长度定在木梳的一半，完成直角去除。同样，第2片带到的是
第一片的剪切口上完成直角去除，继续第3片带到第2片的剪切口上完成直角去除，落下来再次去观察外线的效果以及后部区域的流向，同时后部的位置收紧向内，鬓角的位置由于是采用到了直角去除，左右两侧收紧的程度会更大一些，外线的细腻程度更轻易的可以夹在顾客的耳朵后面，同时可以放一些小发丝来进行侧部的一些修延的功能，这是我们采用到了一个侧部区域的一个连接效果。好，现在来到是头顶区域，顶部区域完成多点放射线，发片向后提拉，找到后部区域的引导线连接即可。角度逐渐向上提升。じゃあ切ります。イメージチェンジできるように。はい。落下来去观察要的重量。好，继续完成第2片，多点放射线，逐渐提升角度，完成连接，再次完成逐渐降低。切记上下的层次是不连接的。最后一片多点放射线，发片逐渐提升角度，完成最后一片的衔接。好，结束。刘海的区域单独去做思考，最后再来完成整体的连接效果。最起初顾客的刘海长度已经是在这个地方了，好，整体的位置梳理下来去观察要的整体的流向。是否呢满足到了我们要的细腻的鬓角？同样在转角的位置收紧蝴蝶向内，而鬓角的位置呢更轻易的夹在顾客的耳朵后面，整体的发型的质感就完成了一部分。还未吹干，已经看到了头发的流向，在吹干之后以及造型跟烫发的时候，会更明确的知道你要的美感结果是什么。好，另一侧相同的方式，采用到多点放射，依然找到后部区域的长度作为引导线连接，逐渐降低角度，完成2:1、3:2的左右形状连接。与下区的长度进行不衔接，开始提升角度。来到刘海区域的裁剪方式，垂直分区线，所有头发向侧边梳理，分区线采用到斜向后。在第一层的长度上的设定，由后部的重量延续水平线过来，在它的鼻尖处，以鼻尖长个2到3公分的位置来完成前高后低的连接，更适合在平收沙龙的一些商业发上面去取决于比例啊，选择它更容易轻易的完成我们想要的商业发型。发片向前提拉，完成第一刀的裁剪，落下来去观察你的比例是否跟后部的比例的长度重量完成前高后低的效果。第一刀决定了左右的宽度的层次，同时也决定了前高后低的比例。当你第一刀的长度层次定在下颚线或者嘴唇或者鼻尖，都会导致左右两侧重量的落点。好，现在呢完成整个的结构连接。发片与分区线平行提拉，切口与第一片切口进行衔接，方形切口，跟随头型进行左右移动。左右两侧转角的位置向内收。完成完之后呢，再次的完成了一个圆形切口的效果，流向微微向后推动。对，第二片同样的斜向后分区线。逐渐提升一指位，
以头皮0度进行水平提拉，以第一刀的上一片的剪切口为引导线来进行左右形状的衔接。连接到后部连接不上了，就可以完成我们最后一刀的修剪。最后一片逐渐向上提升一个角度，来完成左右形状的连接。继续，梳子梳下来，去观察整体的流向。再在耳朵后面，在这个刘海区域的流向上面，更好的完成了一款商业发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轮廓形态。从视频里面可以观察到刘海的流向以及后部头发的流向，大致的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一款商业发型。OK， 好，另一侧相同的方式完成裁剪，斜向后分曲线，依然完成圆形堆积的连接效果。今天这集的发型技术都是以圆形堆积的技术来完成整体的一个商业发型的修剪。小刀切口来完成左右的连接。梳理一下去观察流向的效果。第二片同样的完成斜向后分曲线。带到第一片的剪切口上，同时发片逐渐向上提升一指位，来完成层次上面的连接和落差。角度提越高，层次落下来的落差越大，外线的柔和度会越细腻一些。当你的角度拉得越低，你的外线会越清晰整齐，取决于你要的效果。逐渐的走圆来完成整体的连接，流向全部微微向后推动，整体的修剪达到了一个节点。最后梳理下来，去观察前后区域的流向，以及刘海与侧壁区域的一个完美的衔接。整款发型的结构和形体已经完成在这里面。好，接下来呢，完成整体的吹风造型之后，我们再次去观察结构上面肯定会有一些顿挫的一些切口印。我们通过点剪的形式来去完成整体的一个调亮。还原我们刚刚修剪的一个结构层次，进行提拉连接，由下往上逐步的进行点剪效果。点剪的最终的目的呢，是更好的完成我们头发落下来之后，贴合到我们的头骨层次上面，更柔和、更自然一些。从底层的位置由深至浅的点剪方式来完成整体的一个点剪修饰，落下来流畅自然即可。继续，修剪的时候呢，手指可以轻微的成一个圆形状，修剪的同时可以成为一个伞形状的状态来进行点剪修饰。逐渐到头顶的位置，简单将发尾做一个柔和修剪即可。下刀之前要记住一个动作：直进直剪。剪刀与发片垂直90度，直进直剪。越到头顶的地方，越要注意重量落点不被剪薄，发尾简单做一些柔和即可。圆形堆积修剪之后呢，更好的完成了并没有明显的重量线，同时更好的契合我们要的层次连接。后部的饱满效果会更自然、更圆润一些。
修剪完毕，去观察落下来的流畅程度以及层次的一个细腻效果。另一侧到侧区，根据刚刚修剪后的一个结构来完成点剪。在鬓角的位置可以进行深度的下刀。每一次点剪都需要去观察厚薄程度。梳理之后呢，再次的在需要点剪的位置，再次加强它的修饰。头顶的地方还原刚刚的多点放射的连接。前侧区斜向后，在发梢的位置做一些点剪即可。修剪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梳子将头发梳理下来，后面的紧实程度以及侧部的鬓角的位置大致的连接流畅即可。接下来处理到一些细节地方，后部的发际线的区域分成低层的位置进行划剪的动作，将根部的位置径到发中到发尾进行划剪。每一片的划剪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不是剪下去，是划剪。细节在划剪的动作上，从根部径到发中发尾划剪，下刀到透视到与皮肤接近，可以更明显的看到即可。后部的位置同样的，在划剪的动作的同时，一定要更细腻的去完成这些手法上的操作，在练习的过程可以反复的去进行练习。好，接下来来到的是第二片，同样的斜向后分曲线，继续再次的滑落。第二片第二层的位置呢，从发中至发尾进行划剪。在每个层次的连接当中，可以更好的在层次上做叠加，同时不会需要在某个不需要的位置进行过于多的量感处理。好，继续第三片，第三层的位置下刀的地方在发梢进行做划剪的动作。在后部重量点最饱满的位置，只是轻微进行一个划剪即可，避免后部的重量被剪高。在心目中的重量达到我们想要的即可，整体的比例以及柔和程度就可以完成的表现出来。后部地方呢，看到需要调的位置，再次的完成划剪。调整这些细节的部分呢，要用你的眼睛多去观察，和用你的手多去拨动头发的发丝，更好的完成头发的厚薄均匀。最后一层，
进行简单的点剪即可。再次的滑落，整个侧部的位置呢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些修饰的方法。好，在鬓角地方可以再次的完成我们要的向上扬的外轮廓线形状，整个微微的包裹性极强。来到的是侧区，微微往这边侧，第一片的位置梳理下来，在鬓角地方从发根茎到发中发尾进行划剪。继续第二层垂落下来。在调亮的时候呢，需要更细腻的来去完成整体的修剪。让鬓角更细腻一些，同时完成鬓角的连接。最后一层梳理下来，再一次的完成发尾的柔和度。他头发是原来是这样子夹了一半在中间是吧？是夹这样子夹起来是吧？有些聊昨天把它选了一下，看一个好，到鬓角的区域的位置需要划剪。整体的鬓角和后部的发际线位置都完成了，同时，接下来到刘海的区域，斜向后，在发中的位置去完成划剪的动作。中间划到通透自然即可。当发中的亮感被移走之后呢，头发的流畅程度会更强一些。接下来呢，完成的是中间这层的质感保留，同时鬓角的位置柔和细腻，且头顶需要更多的浮游感和表情的纹理效果，同时在头顶的区域完成分曲线的发片，拉高，在发尾的位置、发梢的位置进行连剪，同时避开发尾，剪发中再次直径直剪，完成点剪。同时头顶的位置可以更蓬松一些，鬓角的区域跟整体的连接效果就完成我们要的整体连接了。当侧部的位置夹在耳后的位置的同时，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些细腻的形状效果。好 ，OK， 那我们的调亮就分享到这边。等一下呢，我会给它完成烫发的处理。而这里的鬓角的话呢，我们需要来完成它的一个向前抠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在上卷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留下来完成它的一个操作。